掌门真人，不好了，阴谋灵泉，是灵泉现世了。苏医师，你到底还是入了魔。灵泉再现，乃我玄门头等大事。木青哥，今日之事，我九华来日再与你讨公道。九华弟子听令，速速随我剿灭魔子。是。开元老头，你要去哪儿剿灭我呀？魔子不就在你眼前吗？什么？你是魔子？不错，我此前做下召唤灵泉的手段，如今终于成功了。等我拿走魔宫之后，就来君临天下。我本以为你只是行事放浪，想不到你竟是魔子。仙界早有圣命，灵泉魔子灭世之邪，不计生死，围而杀之。穆仙师，之前多有得罪，想不到我们还是同道中人。只要你肯分享灵泉，我赤门定会全力助你。想帮忙是吧？那就留在这儿帮吧。穆青哥，这穆青哥竟跟赤门人勾结一处，果然是魔子。先拿下这个魔修。方圆百里战场，满是幽界魔兽肆虐，杀之不尽。是穆青哥召出来的吗？他亲口承认自己是魔子，唤出灵泉现世。这些魔兽不是他召来的，又会是谁？这样下去，天下要大乱。我们玄门要尽快除了魔子穆青哥。师父，你为什么要替苏易水认下魔子之名？若有人知道他是魔子，定会打他主意。灵泉会一次又一次重现世间，唯有抹杀他的身份，才会让世人断了念想。何况我自己收的徒弟，我来收拾。这对师父何其不公！不行，我要将真相告诉世人。我下了这道封口咒，有关灵泉和魔子的真相，你此生再不能提及。接下来的事，就交给师父了。师父，是九重击鼓阵。苏易水还在里面。天威凛凛，九重击鼓。仙界传下这阵法，就是为了邪魔降生时，玄门有力，
与之一争。好徒儿，我本以为你约为师来此，是要与我共赴旧梦，没想到你竟无情无义，与外人联起手来害我。魔头，你强掳他为徒，断他根母，逼他修魔，视他为痉挛，你们之间何尝有情义可言？住手！我才是风口咒，是他刚才推我出阵时下的。以我之血灭我之身，苏一水，你就这么恨我？就算死，我也要西山为我陪葬。我西山从不原谅叛徒，苏一水，你将永无面目见人。一水，你的脸是四面焚心咒，木青哥给你下了四面焚心咒。母亲哥，你将灵泉引至人间，造成大祸，其罪当诛。今日我们便集玄门之力，除你这个祸害。你终究做过我徒儿，所以你的孽债，师父就替你还了吗？快停下击鼓战！姐姐，这阵法一开，便无法逆转，左右你的修为也留不住了，不如就送给我吧。我这个，姐姐，莫怪我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不要你的灵力！姐姐，救命！救我！姐姐！山下海市的孤绝，风清冽，万劫万心间，碰于地里离血。魔子现已伏法，灵泉想必是被他藏到了什么地方。诸位，随我回山，速速用印魔仪寻找。一水。师父，木星哥，不要！我会救你的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算了吧，我这一生做什么都顺顺利利，唯独收了你这个徒弟，追悔莫及。
你好好修炼，把我托付之事完成，然后你我生生世世别再相见了。这些大混！人不会折寿，我一生去陪，只我心不与人违。苏一水，苏一水，就算你豁出性命抢来转身术，也补偿不了你现师傅的恩情。一劫过了。 这2颗果子是师傅和木然武，可是这木然武为什么最后非得闯阵丢了性命？他本死不足惜，可九重击鼓咒下，他2人神魂破碎混在一起，只能一起重生了。师傅什么时候能够回来？转生术逆天而行，须得18载方可回归。 你伤得这么重，须得闭关才能养住性命。这18载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你如何护得住他？我自有办法。你收自己的神魂做什么？
转生术吸收金丹，需以神魂为引，此后我闭关无感尽释，这一份神魂，正好可以陪着他。你还下了容貌静置？待他重生后，所有人看到的，不再是木青哥的样子。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让世间的杂事扰他。我感受不到半分的魔气残留，说明这灵泉还是被封得好好的，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被转移了地方。你这副样子，还是好好的先闭关休养吧，别到时候灵泉没找到，自己这条命没了，18年后还怎么护着师傅啊？拿了这转生术，你还需用半颗金丹1分神魂为引，才能换他平安转世。你可知道？无论什么，我都甘愿。辜负他最终的嘱托，也甘愿吗？唯有化神期的魔子能将灵泉封回幽界，可你神识止于9分，将再也无望进阶化神。复活他和不复他，你只能选一样。求仙人赐一个双全之法。双全之法也不过是以你的痛苦换来的权宜之计罢了。求赐教。我那12般冰莲至纯至真，若你以冰莲补全残丹，当能重修至化神功力。不过冰莲入宫要以无情入道，否则七情动荡时便会被功法反噬。若大喜大悲自情纵欲，以致冰莲攻破，便会承受非人之痛。到时你会失去化神之力，再想完成他的嘱托，就只能用命去封印灵泉了。我不会走向那样的绝路的。最好如此。须记得，以后他是全新的木青哥，你亦是无心无念的苏易水。18年后，你归来之时，没人可以伤你。话说这女魔头临死还给他的徒弟苏易水下了一个刺面焚心咒，当真羞辱至极。更恶毒的不止如此，木青哥将自己的命门与西山派的宗主令融在一处，他死，西山派弟子亡。苏易水不得不寻了一棵转生树，寻得他一丝残魂，献了半颗金丹助他重生，以图他回归之后解开西山与他的禁令，也好找到当日不知下落的灵泉。好好的一个霁月清风的苏宗师，不得不给这魔头续命，真是可怜可叹呐！
说来说去，那个女魔头复活需要多少年啊？18年，木青哥就要回来了。这4大牌，明白了。这薛冉冉虽是个残灵根，但意外是个无相灵根，算得上是修真界的人参果，绝不能落入赤门手中。无相灵根，人参果。他必须留在西山。去吧。是。原来他救我不是意外，根本就是冲着我来的。西山竟和魔修一样，要吃我。醒了。他脸上的刺青怎么没有了？怎么了？我长得很吓人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您的侧颜好看的人舍不得眨眼，离吓人远着呢。是吗？见过我真容不惧怕的，世间稀有，与你算是有仙缘，正好收你为徒。不，我还有急事要进京，您一定是找错人了。找的就是你。庆庚年9月初9出生，幼时脸上有一颗梅花痣，5岁左右才消下去。你命里与我西山有缘。算你能掐会算。可大道仙途太缥缈了，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你若不随我上山，很快就会心衰而亡。吓唬谁呢？那也是我自己的命数，就不用苏宗主您操心了。你的命是我的，我不让你死，你便不能死。仙师何必强人所难啊？西山的传统就是抢徒弟，我师父当年也是这般做的，很稀奇吗？你们不是正道吗？谁说西山是正道？西山只走自己的道，是正是邪，随心而至。这是西山弟子的玉蝶，把你的血滴入玉蝶，行拜施礼，就能成为我的弟子了。不必了吧？算命先生说我命有煞神，可亲可师，我为仙师好。跪下拜师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随便叫人跪下，我让你跪下行不行？